贩毒内幕惊心动魄，阿武等陪同我坐原车回到公共租界。这辆汽车很大，前面仍然是坐着一名司机和一个宪兵，我和阿武及另外一个姓郑的3个人坐在后面，前座与后座之中翻出2个椅子来，坐着2个不知姓名的潮州人。在车中，阿武说：“陈先生，你怎妖还是老脾气？我们老板现在成为一等红人，普通人想见都见不到。你一进去，他就请你横卧在烟榻上，这是极少见的款客姿态。他想挑你发财，而你竟然拒财神于千里之外，而且你讲话不知轻重，随随便便地说出郑恰纪小开死在马路上，这话是我们老板最忌讳的。我当时看他的面色，真是替你担心，说不定他拿出尚方宝剑来刺你一刀。”我说：“我向来知道他喜欢玩手枪，从前他在租界上领过执照，他有一把镶金的小手枪，怎么现在玩起宝剑来呢？”阿武说：“诺，厅堂上供着的2把剑是他带了许多古玩字画到东京去进贡，因他与日本首相是从前在上海同文书院同学，首相知道他姓盛，是盛公宝的后裔，家私千万，又曾经在清朝时帮着日本人做很大的生意，所以由首相陪着他去觐见皇室中最高人物，说出他在北平与热河之间对皇军慷慨疏财，因此得到皇室敕赐宝剑1对，特许他在占领区经营特殊商业。回来之后，他就由兴亚院宝剑做这一行生意，早已发了大财。现在难得到上海几天，部署上海区推销事务，因而亲自打电话给你。这是他念老友之情，财神菩萨送到你面前，你怎么竟然推得一干二净呢？”阿武一路上唠唠叨叨说不完，不知不觉，汽车却开到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家潮州菜馆门口。阿武说：“今晚这2位潮州客人要请你吃一餐丰盛的潮州菜。”我明知这2个客人或有所求，但是上海菜馆虽多，潮州菜馆却只有1家，相传菜肴做得十分好。因为我不会讲潮州话，所以从未去过。车子既已到达，我也只好跟着进去，看他们有什么话讲。坐定之后，阿吴先介绍一个姓郑的，他说：“这是郑恰纪的小开，叫郑分旭。”我和郑寒暄了一番，他说：“陈先生，你是上海人，何以令姐会嫁给潮州人？”我说：“你们郑恰纪共有4兄弟，老大就是我的堂姐夫，2房3房的人我不认识，4房的小开就是郑正秋。那时节，郑恰纪开在大东门外大码头，我家住在大东门，算是大族，所以结上了这一门亲。”郑分旭说：“我是3房的儿子，说起来，我们非但是亲戚，而且还要叫你一声爷叔。”接着他又讲出关于全国运土的情况，说从前上海吃的烟土是从4方8面运来的，大宗是由长江而来的川土，次之是从暹罗运来的云土，再次之是由热河运来的红土。自开战之后，长江水路已断，云土久已没有货到，靠的是热河土，热河土的牌子印上一个硬印1383个字。但是上海的瘾君子们吃热河土，认为最起码高等人家是不吃的。我和盛老板的交往已有10多年，他虽吃烟，但早已靠买卖鸦片为生，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。我说，我和盛文仪有一个时期天天混在一起，从没有听他提到买卖鸦片的事，
而且看他当时的经济情况，也没有什么本钱来做这行当的。郑芬旭说：“陈先生，你毕竟是一个读书人，不知道事物。当时盛文仪并没有贩运拆卖的资本，他只是一个掮客性的人物。譬如刘汉仪一死，家藏云土300-500两，遗属对烟土的处理毫无办法，于是就由盛文仪代他们负责卖出，买进的人就是我。当时清代遗老极多，每一个遗老过世，都遗下烟土，全由盛老板前来，交给我替他们变了钱。后来周湘云、张淡如、程林生死后的存烟，都是由他想办法卖出的，所以盛文仪对烟土的买卖很有一手。好几年前，他就到北平去摸热河土的路子，因为他是同文书院出身，日文说得很好，人头又熟，所以在华北早已发了财。现在爽性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弘济善堂，包销热河土。热河虽然是东北的省份，但是热河省以外所有出产烟土的烟田都为他一人经销。从此以后，日军打到哪里，他的热河土就跟到哪里。老实说，日本人这一次打仗，一方面是要侵吞中国，一方面也是鸦片烟的争霸战。他这番话倒是闻所未闻。他又说，从前印度鸦片烟到中国，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，结果英军打进中国本土，签订南京条约，我们称之为鸦片战争。这一场战争似乎已成历史沉寂。可是后来民国成立，军阀各据一方，大家打来打去，争夺地盘，在北方也不知打了多少仗。江浙几省在孙传芳统治之下也打了不少仗，为的是什么呢？表面上夺政权，实际上仍是争夺推销鸦片的地盘。又云南、广西、广东几省各式各样的战乱是为了什么呢？说穿了，还是为了鸦片。旧中国的大烟鬼，我想一切的政权，当督军、当总司令、当省主席是一件事，政务的收入最多占到一半，而很大的收入却是鸦片。所以100年前对外的鸦片战争虽已结束，而100年来对内的鸦片争夺战始终还存在着。